很热，很开心，想很多。很热，很开心，也有很多想法。热死了，心情很好，还有脑子里面一直冒出新的想法。Hi, welcome back to another One Topic, 3 Levels video. Today, I'll talk about what I've been up to recently in beginner, intermediate, and advanced Mandarin. And then you'll see exactly how the language becomes more and more advanced. If you're a beginner, you probably also understand the intermediate version because you've already heard the story once. Let's get started. Level 1, beginner level. 大家好，我最近有3个感觉，很热，很开心，还有想很多。为什么呢？我来跟你们说，最近这段时间我在法国南部生活，我一边工作，一边去附近的城市旅行。我最喜欢这里的市场，市场里有很多新鲜的水果、蔬菜，还有很多当地的美食。我每天都会去市场，买完菜以后我就回家做饭，这是我每天最开心的时候。有的人很喜欢去超市、去市场买东西，有的人很讨厌去市场买菜。你们是哪一种人呢？我觉得法国的食物真的很好吃。有很多很好的餐厅，但是最近太热了，我住的地方没有空调，天气差不多每天都是40度，所以我经常去图书馆或者咖啡馆工作。最近我也一直在学法语。今年我一直一边旅行一边学习语言。现在我每天都会听一点法语。虽然我的法语还不太好，但是每天听懂一点，我就很开心了。最近我还在法国农村做志愿者。每天我帮他们做几个小时家务，或者在花园里面工作，他们就会给我住的地方和吃的。这样我每天都可以和法国人聊天，也可以了解他们的文化。现在我每天只吃自己种的蔬菜水果，早睡早起，过得非常健康。最后还有一件事情让我很开心，也很忙，也有很多想法。最近我在做一个给不会中文的学生的中文课。很多人告诉我，他们学了几个月中文，但是因为太难了，所以不学了。现在他们已经忘了很多中文，所以我希望做一个简单的、容易学的课，帮助更多人能够轻松地学中文。Level 2, Intermediate Level. 大家好，如果要用几个词来形容我的最近的话，我会说很热，很开心，也有很多想法。为什么呢？你听完我说的就懂了。最近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法国旅居，就是一边远程工作，一边旅行。我最喜欢南法的一点就是他们的市场。市场里有非常多当地的蔬菜、水果或者特色，比如说
我在普罗旺斯能吃到非常多这里的新鲜蔬菜水果。我几乎每天早上都会去市场买菜，然后回家做饭。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很讨厌做去市场买菜这种事情，但是很多人可以从这种日常生活当中获得快乐。你们是哪一种呢？还有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就是法国菜真的太好吃了，到处都是很有创意的餐厅，感觉他们真的非常的重视美食和花时间在美食上面这件事情。唯一不完美的地方就是今年夏天真的太热了，我住的地方没有空调，每天的气温能达到40度，真的没有办法在家里面待着，所以我每天必须要去图书馆和咖啡馆里面学习和工作，来躲避一下高温。最近我也一直在学法语，虽然我法语还不够好，但是每天有一点点小小的进步，我都会非常的开心。我最近也一直在油管上看法语的视频，也有慢慢的开始尝试开口说。我今年一直在努力的把学语言和旅行结合在一起，能去到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国家学习当地的语言和文化，这是我这1年多一直在做的事情。所以我最近来到了法国的乡下做志愿者，在这里和当地人一起生活，帮助他们做一些家务、园艺等等，这样可以免费在那里住，以及免费的和他们一起吃饭。但其实我觉得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可以和他们一起生活，能够看到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并且自己也参与进去。我觉得这个是最可贵、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情。所以最近也终于可以练习一下我的法语了。我住的这里的人平时一般吃素食，我跟着他们一起吃素食，早睡早起，早上做瑜伽、冥想等等，感觉好久没有过得这么健康了，简直是我的理想生活。最近还有一件事情让我非常的兴奋，就是我开始设计一个零基础的中文课程了。很多人告诉我，他们学了一段时间的中文，但是因为实在太难了，所以就放弃了，并且全部都忘记了。所以我觉得很可惜，希望能做出一个简单、轻松、高效，并且低成本的方式能够学中文的课程，能够帮助更多人轻松打开学中文这个大门。Level 3 Advanced Level。大家好，如果要用几个词来形容我最近的状态的话，我会说热死了，心情很好，还有脑子里面一直冒出新的想法。等我把我最近忙的事情告诉你们，你们就知道为什么了。首先，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法国旅居，就是一边在远程工作，一边在法国当地生活，感受当地的生活方式，学习当地的语言和文化，吃当地的美食。同时我也有在探索周围的不同的城市，也在旅行。我最喜欢南法的一点就是这里的市场，尤其是露天的定期的市场，比如说每个星期五、每个星期六，各种小商小贩就会集合在这个市中心的某一个广场上，售卖各种各样的东西，吃的、玩的、纪念品都有。每个市场上都摆满了当地的且当季的食材，尤其是我住在普罗旺斯，能够吃到很多当地的新鲜水果蔬菜。每天早上去市场里面逛一圈，买一大堆东西带回家做饭，这已经成了我每天最期待的事情了，也是很治愈的时刻。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有的人很不喜欢这种买菜这样的日常生活当中的琐碎小事，而有的人呢又很喜欢从这样的事情当中获得小确幸。你们是哪一种呢？我真的非常喜欢法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太厉害了，到处都能找到非常棒的、很有创意的餐厅，我觉得我的胃特别的满足。唯一的问题就是实在是太热了。
我这里完全没有空调，所以在房间里面根本待不住，必须要去到外面有空调的地方，比如说图书馆、咖啡馆这样的地方工作学习。最近我有在努力的学法语，过去这1年我一直在把旅行、旅居和学语言这件事情结合在一起，能够一边工作一边旅行，又能学习当地的语言和文化。目前其实真正开口说法语的机会不太多，所以我一般是通过大量的输入来提高法语的语感，也就是在油管上看这样的视频，先输入，然后再慢慢尝试输出。虽然现在法语还不太好，但是每天比前一天进步一点点，多说一点点，我都会很有成就感。除此之外呢，我在法国乡村做志愿者，就是打工换宿，能够和当地人一起生活，帮他们做一些农活、园艺活、家务活等等，他们就给我提供食宿。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能够和法国人住在一起，能够体验，能够看到他们的生活方式，不仅仅是作为游客的身份短暂路过，而是能够真正的近距离的观察和参与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这是我觉得最可贵的一点。他们平时一般都是吃自己农场里面种出来的有机蔬菜，所以我每天跟着他们吃素食，而且早睡早起，每天做一些体力活，觉得非常的满足。好久没有过这么健康了，而且每天早上大家还会一起做瑜伽、冥想等等。最后聊一聊我最近很兴奋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开始设计一个零基础的中文课程了。这些年有太多人告诉我，他们学过中文一段时间，但是学过没多久就放弃了，因为遇到了瓶颈期，中文实在是太难了，没有办法进步。我深知中文是一个非常难入门的语言，也非常难自学，所以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把入门中文、学习中文的过程设计的简单、高效、轻松，也更符合现代人的学习方式。我希望我设计的课程是一个能够低门槛、低成本、简单轻松的让大家打开中文世界的一个钥匙，发现这门语言有趣并且有魅力的地方。Thanks for watching. Which one was your level and how much did you understand? Hearing the same story at different levels is one of the best ways to improve your listening, understanding, and also vocabulary and speaking skills. If you enjoyed the One Topic 3 series video, don't forget to like, subscribe, and let me know what you'd like to hear next.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 Bye bye.